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来讲生命。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生命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就像存在在一个没有剧本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的目的，也完全没有方向。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他被惩罚将重石推上山，然后把它放下，然后再把它推上山，一直这样循环。宇宙那么大，而我们人类是那么孤独，从来没有与我们之外的任何地外文明有过交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自己设定的经济社会模型下，通过合作、竞争乃至战争来自我交流。要想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深究一下生命的起源。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出现在地球上的？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之前，有一种理论叫做目的论。这个理论最早始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最主要的主张就是我们存在的自然世界背后有一个聪明的创作者，也就是我们都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个理论坚信神的存在，最主要的支持者还包括牛顿。牛顿就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聪明强大的生物设计和管理，就不可能有最优雅的太阳、行星和彗星。那么在生命的探讨领域，也出现过一种被终结了的主流理论，叫做生物主义。这种思想主要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人相信生物具有特殊属性，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几种生物所具有的特殊物质。1773年，尿素在尿液中被分离出来，那时候人们发现好像只有生物才能制造这种特殊物质。他们认为正是生物所具有的特殊物质才造成了生命的独特性，这就是生物主义。到了1828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用尿酸制造了尿素，而这种常见的化学物质好像与生物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之后很快，科学家们就发现生命的化学物质都可以由与生命无关的简单化学物质制成。生物主义就这样终结了。这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与其他一切非生物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魔力。之后，人们便开始了关于生命的无神论解释，然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诞生。达尔文阐述了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很久以前的同一个祖先。生命之树图谱显示，几乎所有的分支都是细菌，也就是说，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都起源于细菌。地球上最多的生命就是单细胞微生物，最常见也是最古老的就是细菌，在37亿年前就存在了。因为我们没有在除地球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过生命的足迹，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认为第一个生命就起源于地球。但是物种起源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一个枯死的岩石行星上，怎么样出现了第一个生命。在上个世纪，一些科学家就一直试图搞清楚第一个生命是如何突然出现的。基于生物进化论，前苏联科学家亚历山大·奥柏林在1924年出版的《生命的起源》拉开了关于生命起源的科学探索序幕。精彩的故事正式开始。奥柏林在书中设想，45亿年前，地球形成初期，地表灼热，地球在不断遭受陨石的撞击，陨石中包含多种化学物质，也包括许多基于碳的化学物质。地球冷却后，水蒸气形成海洋。那个时候，海洋的温度又高，又富含有碳基化学物质，它们相互反应，形成许多新的化合物和不溶于水的微观脂质结构。而在1929年，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概述了有机化合物如何在海洋中聚集，这为最初的生命细胞形成奠定了基础，支持了奥柏林的猜想。他们认为这种纯粹的化学方法形成生命并没有神的参与。这种在原始有机化学物质中形成生命的想法被称为奥柏林霍尔丹假设。然而，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这个假说一直没有被验证，直到1952年。1952年，斯坦利·米勒在出席哈罗德·尤里一次演讲会的时候，尤里指出，在地球最初形成的时候，大气中可能没有氧气，一些可以合成有机物的化学物质容易被氧化，而大气中没有氧气这一观点正好支持了奥柏林霍尔丹假设。于是，米勒向尤里提出，是否可以用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说。之后，米勒便开始了有关生命起源最著名的实验。他制作了这样一组玻璃烧瓶，并置入他认为在地球早期存在的4种化学物质：废水、氢气、氨和甲烷。然后他反复电击气体，模拟地球形成早期频繁的雷电现象。1天后，烧瓶中的水明显变成了粉红色；1周后，又变成了浑浊的深红色。经过分析，混合物包含2种氨基酸。我们知道氨基酸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控制我们机体功能蛋白的基本单位。
米勒就这样证明了化学物质到生命化合物是可以自然生成的。他得出结论，可以从简单的环境中生成许多生物分子。这个时候，科学家们基本上已经彻底抛弃了生命是由神创造的这一观点，转而寻找更多早期生命是自然形成的证据。这当然少不了对生命遗传物质的研究。1952年前后，人们已经发现了糖、脂肪、蛋白质和 DNA 这些生物分子。由于病毒仅包含蛋白质和 DNA， 又必须感染细菌才能繁殖，蛋白质又比 DNA 分子结构还要复杂，所以蛋白质和 DNA 都被认为是生物的遗传物质。后来，阿尔弗雷德·赫尔希小组研究发现，侵入细菌的其实是病毒的 DNA， 蛋白质留在了外面。于是他们指出，生物的遗传分子是 DNA。而这一发现直接震惊了当时的生物科学界，人类首次揪出了生物遗传的决定性物质。接下来就是迫不及待地搞清楚 DNA 的分子结构。于是，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和工作原理。人们知道 DNA 中的碱基序列决定了氨基酸序列，特定顺序串在一起的氨基酸组成了蛋白质，而这个过程需要将 DNA 的基因复制到一条单链的短分子 RNA 上，再由 RNA 生产蛋白质。但这看起来非常复杂，显然不会一下子出现在生命产生的最初阶段。有没有可能最早先自然形成了一种有机化合物，然后仅由这一种化合物就可以完成以上全部过程呢？1968年，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帮助下，英国化学家莱斯利·奥格尔提出了一个假说：在生命起源的时候，没有 DNA 和蛋白质，只有 RNA。因为事实证明 ，DNA 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储存遗传信息，而蛋白质压根不能遗传，它们不能支撑生命的自然出现，剩下的只有 RNA。RNA 可以做 DNA 不能做的事情，它是单链分子，因此与刚性的双链 DNA 不同，它可以将自身折叠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而这一行为与蛋白质非常相似。正是因为这样，蛋白质拥有了许多精细的结构和功能，比如蛋白质酶。如果 RNA 也能折叠形成酶，那么它就可以像蛋白质一样催化反应，并像 DNA 一样存储遗传物质。这一切都合乎逻辑，但是需要证据支持。1980年，一个惊人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生物化学家托马斯·切赫在研究一种叫做嗜热菌的单细胞生物时，他发现 RNA 的特定部分有时会被剪断，而与其余部分脱离。当清除了所有可能充当分子剪刀的酶和其他分子时， RNA 仍然会被剪断。于是他发现了第一个 RNA 酶。接下来又有第二个研究小组发现了其他 RNA 酶。快速连续的发现表明 RNA 酶其实存在很多种。于是，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沃尔特·吉尔伯特于1986年在《自然》杂志上提出了 RNA 事件。吉尔伯特认为，生命最优先出现的特征是繁殖，没有遗传物质的复制，生命也就不会延续下来。他指出，在生命进化的最初阶段，在含有一定浓度核苷酸分子的地方 ，RNA 承担着基因储备任务和自我复制系统所必须的催化作用。通过将 RNA 的不通位剪切并粘贴在一起 ，RNA 分子又不断改善自身序列之后，进化出了更适合催化的蛋白酶，进而进化出了细胞，并最终产生了生命。到了2000年，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 RNA 世界理论。托马斯·施泰茨在研究核糖体结构的时候发现 ，RNA 是核糖体内的催化核心，而基因控制制造蛋白质正是在核糖体内进行的。也就是说，生命最重要的功能 ，RNA 自己就可以全部承包了。并且事实证明 ，RNA 具有最高的参与度。然而 ，RNA 世界成立还差两个致命的条件，就是 RNA 是否可以在地球早期形成并自我复制。目前没有已知的 RNA 能够自我复制 ，DNA 也不能，它需要大量的酶和其他分子来复制。因此，在80年代后期，一些生物学家开始着手自己制作自我复制的 RNA。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各种努力尝试，始终没有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生物界有一种修正后的理论是，地球早期还有其他类型的遗传分子，就是比 RNA 更简单的 PNA 和 TNA， 而这些分子都被人为制造出来了，但是自然界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而且它们同样也不能自我复制。没有人搞得清楚 RNA 世界中的第一个 RNA 是怎么来的。另一个有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就是代谢优先。在80年代以来，一部分科学家认为，最初的生命在有繁殖能力之前，必须先保住自己的命，也就是必须先吸收能量。这个过程就是新陈代谢。有了新陈代谢之后，才能进行自我复制和构建细胞等生命活动。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代谢周期的产生。1988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瓦赫特谢尔设想了一个场景，在火山口喷出的高温液体里含有氨和微量元素，这些液体流过岩石的时候发生化学反应，液体中富含的金属元素催化了简单有机化合物，合成了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化合物的种类一直在转变，直到最终重新合成了原始化合物，就形成了一个代谢循环，而整个过程都会消耗能量，这就是他们假设出来的最初生命活动的形式。幸运的是，这个设想与10年前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不谋而合。1979年，杰克·克里斯带领团队潜入了东太平洋，他们发现海底山脊基本上都带有往外涌动的泉，富含化学物质的高温水在海脊上涌出，并从岩石上面的孔中喷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喷口被各种生物包围，它们都在利用这里的能量生存。1981年，克里斯提出，在41年前，海洋边界就存在这种地热喷口，并且这就是生命的起源。因为在海洋边界，水温没有那么高，喷出的水具有热量和压力，促使化学混合物合成氨基酸，靠近海洋里面，随着海水温度的降低，又合成了蛋白质、核苷酸和糖，进而组成了简单的细胞。这个时候，做米勒尤里实验的斯坦利·米勒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克里斯说的喷口温度太高了，虽然有助于氨基酸的合成，氨基酸和糖基本上无法稳定存在，而且在水中也很难形成长链。一个重要的地质学家麦克罗素把米勒怼了回去，因为他发现，在低于150度的地热喷口，岩石表面可以稳定存在有机分子，并且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据。他发现一些温度低的地热喷口有一些含铁和硫的黄铁矿化石，它们有直径约1毫米的孔，表面存在球形斑点，这是有机物的证据。而在这个时候，瓦赫特谢尔提出了生命起源的新陈代谢优先说。罗素结合了以上各种假设和发现，在1993年大胆地提出，生命起步的第一个复杂有机分子就来自于黄铁矿。于是，一个地质学家就成了生物学领域的大赢家。之所以说他是大赢家，是因为接下来发现的一系列证据让他这个观点根本无法反驳。我们知道，细胞储存能量的分子是三磷酸腺苷 ATP， 当释放能量时 ，ATP 的第3个磷酸键断裂变成 ADP，ADP 吸收能量又可以变回 ATP， 从而满足细胞对控制能量的需求。而形成 ATP 的催化酶位于细胞膜上。1961年，化学奖得主彼得·米歇尔就想弄清楚细胞是怎么样把能量集中到 ADP 上的，是什么样的机制为酶提供了能量来催化这个过程。于是他发现，细胞膜可以泵送带电质子，使膜两侧形成一个质子浓度差，然后因为扩散作用，质子只能通过酶流回另一侧，这个质子流恰好为酶提供了能量。罗素考虑到泵送质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功能，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推测。为了使最初的新陈代谢获取能量，第一个生命一定出现在天然质子浓度差的地方。然而，地球早期的海水都是酸性的，氢离子的浓度高。为了寻找自然质子浓度差，必须找到一个碱性的喷口。直到2000年，华盛顿大学的黛博拉·凯利才发现了第一个碱性喷口，上面的岩石是多孔的，而且喷出的水只有40到75度，喷出的灰色烟囱是密密麻麻的微生物，它们依靠着天然的质子流作为铁饭碗，一劳永逸。罗素之后找到了生物学家威廉·马丁，因为马丁研究了一种祖先生物的一系列特征，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来自于这个祖先。现在并没有这个生物的任何化石，只是马丁检测了1930种微生物共有的355个基因，因为所有微生物共有，所以认定这些基因就是祖先的基因。通过分析发现，这个祖先具有利用质子浓度差的基因，而没有产生质子浓度差的基因，并且它适应甲烷等化学物质的存在，这表明它就生活在地热喷口的环境中。至此，罗素和马丁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在酸性海洋里的碱性地热喷口，地热水提供了温度、化学物质和矿物质，岩石孔提供了压力，天然的质子流提供了能量。于是，第一个生命活动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果然，一切生命都要靠喷射口。然而，这个假说还存在2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们一直在讲故事，并没有用实验的手段来证明；第二个是致命的问题，就是米勒刚才提出的，没有酶的作用 ，RNA 和蛋白质等长链分子无法在水中形成，它们都是不溶于水的。第3个主流的观点是细胞优先，因为复制和新陈代谢都依赖于大量的化学物质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必须先将所有的分子装进一个容器中。这就是原始细胞的雏形，否则很难进行有效的遗传物质复制和新陈代谢。来自罗马第3大学的伊皮埃尔·路易斯，
他认为，在地球早期干旱的环境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些原材料自然地组装成一个原始细胞容器。由于任何的脂质在水中都能形成斑点或者薄膜，这就可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容器模型。如果我们在水中观察脂质，它的行为跟细胞非常相似。当然，只形成一个简单的容器是不够的，它还要能够成长分裂，所以需要一些天然的因素来控制原始细胞的这些行为。这个理论最关键的点是要在实验室中创造出一个简单的活细胞。当然，这个理论听上去不是很有说服力。路易斯在实验室中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东西来制造原始细胞，所以他改变了说法，认为在原始细胞内部必须含有 RNA 这样的遗传物质，不然不可能控制细胞的成长和分裂行为。一位 RNA 世界理论的支持者，哈佛医学院的杰克·索斯塔克同意了他的说法。他们两个共同改进得出了一个新的推论，就是通过将复制的 RNA 放置在一个简单的脂肪团中，应该就可以制作出简单的活细胞。然而接下来他们的实验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他们往一些复制好的 RNA 和脂质混合物中加入了一种名为蒙托土的粘土小颗粒，成功地制作出了活细胞雏形，包含基因和催化剂。这种蒙托土是一种常见的粘土，现在也被用来制作猫砂。在1986年的时候，科学家们就证明蒙托土是一种生成有机分子的催化剂，由火山灰分解而成。而在地球早期正好有很多火山，脂质化合物可以天然的聚集形成一种外侧有2层脂肪酸的囊泡，构成细胞容器。实验中他们发现这种蒙托土使囊泡的形成速度提高了100倍，囊泡又可以吸收粘土表面的蒙托土颗粒和 RNA， 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活细胞，并且可以生长。再不断地往里面加入脂肪酸，当细胞吸收足够多的 RNA 而达到一定的张力时，它只需要一点简单的外力就可以分裂成多个细胞，而且母细胞的 RNA 几乎没有任何丢失。更重要的是，子细胞还可以继续循环这个过程，而且它们制作出的细胞甚至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下仍然可以生存，这说明它们可能适应地球早期的高温环境。到了这一步，复制优先的 RNA 世界理论与细胞优先的脂质世界理论相结合，似乎变得更有说服力。近些年，科学家又对各自支持的理论做了一些优化和实验证明。现在我们普遍认可的是，每种理论都有各自的最佳观点。我们将这些最合理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可以描述出一个较为天然的生命形成场景，从而讲出一个合理的生命起源故事。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几乎所有的生命起源理论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疑惑： RNA 是怎么来的？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并没有完美的将生物分子制作成可以自我复制的 RNA。至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RNA 可以天然产生。2016年，制作出活细胞的索斯塔克生物实验室正在尝试从零开始化学合成生命。他们着重于合成可以自我复制和变异的遗传聚合物，以及可以自我复制的膜边界，用定向的化学手段来弥补生命起源理论中留下的疑惑，并且近期他们几乎快要成功了。他们一旦成功，生命起源的故事链就彻底完整了。我们甚至可以设计合成很多现在不存在的生物。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来自于这种定向的化学合成，那我们是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我们背后那个聪明的设计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为了实现他的目的而努力，又是否达到了他的期望呢？好，本期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并转发，谢谢大家。